他们把余登发先生用 AI 给他复活，艺人常常搞这手了哈，哇的对话，他们把余登发，我也不知道实者敬还是不敬哈。那 AI 呢，这余登发就在影片中说，国民党用假匪谍陷害我，说当时大概陷入匪谍案，现在呢自己当匪谍，放弃买武器，所以和平要靠实力，赤手空拳没有武器。要守护什么和平，就用余登发来讲啊。好，那么这个余登发现在表示军购现在的确是很热门了哈。那另外呢，郭立雄今天在立法院今天要开始这个机密会这个报告了哈。郭立雄还是讲说，就是1.25兆，天下有这种事情，你编的预算立法院都不能有意见的，我就是要1.25兆哦。那因为它这里面有3、4千亿在台湾买的东西。你在台湾买干嘛要编在特别预算里面？对呀，你年度预算就可以了嘛。而且立法院实际上很少删国防预算，你只要合理也可以删嘛，也可以这个编嘛。他就非要绑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大家觉得说，你是不是架着美国的发价书，就把台湾的这些不知道什么东西都绑在一起呢？哦，好，那另外呢，这个说这个司长压力很大，叫做战规司长，叫黄文启。前阵不是他哭吗？记得吗？在立法院哭吗？那说他压力很大，说呢，这个他司长啦、处长啊都不想干了，想退休算了。那国防部官员说，行政部门不能1毛都不让嘛，从来没有1毛都不让的嘛，非要1.25兆就1.25兆就1.25兆哪有这种事情呢？那郭立雄说，我去了解了，讯息不实，没有要退役了，继续干那另外呢，因为昨天我看联合报有一个报道了，说呢现在国民党也有不同的意见了。卢秀燕从美国回来说也应该编8000亿到1兆那朱立伦那边提出一个9000亿那国民党是编了一个叫做3800亿加 N 了那其实当时我这想法说，那徐巧芯有一个8000多亿的预算，我想你政治就是要把大家意思都包含在里面嘛。那所以我当时提的就是一个这个。其实8100亿，8000到9000亿的一个框列，立法院可以去讨论。我通过一个8000到9000亿的预算，但其中准动支的只有3500亿。这3500亿什么意思？就是111亿美元，美国的发价书，发价书那这个美国的发价书，你现在看中文看不懂，英文就很清楚了，就是 letter 的书 of 什么呢 ？of offering and 这个 acceptance order and acceptance。就是换句话说，是报价以及接受了，等于是一个合约了。它不是只是发价给，等于它国会也都通过一个合约这样那这个，所以呢，我当时讲说，你先框一个数字嘛。我讲这是有道理，因为你把大家意见都放进来了。否则，如果今天在立法院审查，民众党还有版本民众有一个4000亿的版本对，他如果坚持他的版本那很讨厌嘛，就要扯过来就变成各自表决去了而且你还要注意到，美国要不要满意我真的不是跟你开玩笑的。美国人数学是很差的，美国当国会议员的以及他们助理，绝大多数90%通通是律师，通通是学法律的。你也知道数学不会太好嘛，美国人数学本来就差了，对不对？你那个 N 是什么东西啊？他搞不好解释成 no 呢，N 嘛，NO 嘛。我们很了解我自己念工程，一看就是 N 可以从0到无限大嘛，真的是这个意思嘛 ？N 可以很大，甚至 N 可以超过1兆都可以并没有是一个上进，其实是一个善意。国民党并不是恶意，老美看不懂老美那个 N 是什么？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就很害怕，说搞了半天，那个 N 将来你到底是给我什么？所以他就要一个确定，你就给了一个确定的数目。我真的不骗你这个疑真在这里你如果坚持国民党这样，也许表决你会赢，因为他表决他的民进党表决面，你国民党表决面52对51会赢，你这里面不要去美国了。我告诉你，去一定跟他穿小鞋，你自己想嘛。他那些跨党派国会议员都来了嘛，而且你的意思并不坏嘛，你并没有不要买他的嘛。你说你只要发价数来我就买嘛，那既然发价数来我就买，跟我讲了，我通过3500亿111亿美元，剩下的你发价数来我再让你冻制，其他都是冻结在一起，等于没有给他一样嘛。不是一样的意思，我看你早上接受访问，你是一样的意思。只是既然是一样的意思，为什么不让人家开心一点呢？为什么人家还害怕说知道的 N 是什么东西呢？陆老兄，是我早上在不同的地方都讲了，早上我也参加了一个机密会议
那里面当然就里面讲什么东西我们不能讲了哈。但是无外乎就这个嘛，我就把今天这个概念呐，还有邵康兄主持人所提到的8100亿，我就带进去讲。我说这里面来讲，这是一个这个赵伟啊、陈冠廷都觉得说这是善意啊。他原来看一直给我们戴帽子，说我们只有3800，现在来看呢，是要加到这个8000亿。我说不止8000亿啊，你只要美国画虾，不见得说一定要发价书了。我说在这个之前，他只要行政部门正式发一个文，正式对世界讲，说我要卖台湾150亿美金，我们就加了。他跨党派的国会议员不是说最近就要宣布了吗？他自己讲的。对啊，他宣布没关系啊，那他说好，那你就我就说这就叫他赶快宣布嘛。你赶快宣布啊！所以我说你们施压不是施压我们了，要施压美国啊，让美国美国报价说，或者是美国的消息赶快放出来，我要卖150亿美金，我要卖200亿美金，只要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个国防部的相关官员说，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买单。就 N 是这样子啊，3800加 N 是这个意思。那今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特别预算是军售加商售加委制。委制啊，刚刚提到了大概3、4千亿，这一部分就放在年度预算嘛。我在好几个场合都讲了，可是很明显的，顾立雄现在跟赖清德一样，耳朵是关起来的。我说你不能这样子啊！你现在只听赖清德的声音，其他声音都关起来。你要听别人的声音。我们都乐见，我们都愿意说，为了台湾的国防来买这些东西。所以来讲的话，你应该把这些意见都加进来。我讲一个东西，比如说商售部分，商售我们是有条件支持啊。什么条件？要看合约内容，要看技术移转，要看弹书，还有里面有没有很强的律师的团队。这个都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就军售、商售加委制那部分全部拿掉，就差不多9000亿啊，大家都差不多有共识了，而且赵伟、陈冠廷也我看那个样子，好像也乐见这样的发展。为什么顾立雄还是要是跟赖清德唱同样一个调，就是1块钱不能少，怎么会这个样子？而且我相信美国也不会在意你那个在台湾买的到底放在特别预算还是年度预算，美国只在乎你跟美国买多少而已嘛，他哪会在乎你台湾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到2500亿是基于整体专案需求所提出的一个系统性跟整体性的规划。那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天做完详细的一个专报之后，这一个1兆2500亿的预算能够获得能够支持。条例通过之后，我们还有每一个预算案都要送进来。顾立雄态度清楚，1.25兆1毛不能少。而针对新军售案，也正和美方协调案项跟期程。只是国民党中央依旧坚持3800亿加 N， 这加 N 只要有发价书就编列。不过，民进党的国防赵伟、陈冠廷则认为赵少康此言是善意的开始，认为可以3阶段进行审查。赵少康董事长的讲法跟我们3800加 N 是一样的意思，只是他在前面，我们在后面。我们说先看到美国同意了，我们就加 N。那赵少康是说，我先框一个8000亿，剩下的部分要美国同意，一样的意思。那个可能我们还是很难接受。先前曾疑似因军购协商没共识落泪的司长黄文启也发难，但如今再传出他因为负责规划军购案压力太大，对下属口气严厉，导致底下的建军规划处长翁宇恒受杖，提报告希望提前退伍。你看有项目吗？不会啊，尽全力把事情做好。没有这个讯息，这个讯息是不实。我想我已经跟他有做过了解。国防部极力驳斥传闻，就怕军购进度失焦。好，那个亮君怎么看？我想现在当然在军售案上面这个大家。当然，在今天早上，大家有很多的讨论但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现在在军售上面，台湾的社会其实真的不在乎说到底是哪一个政党在卡，在如何，重点是说大家能不能买到我们想要的武器嘛？那现在就是说，刚刚提到说，包含说不管是军购、有商购，还有委制，这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一些防卫性的武器。
现在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这个特别的军购条例？里面除了包含这一些比较强化型的防御性武器以外，里面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也是无人机。那这个部分不管从这个俄乌战争，或者是在这次这个美伊里面，其实也都可以看到说，不对称作战是现在新的现代战争的一个趋势。尤其台湾我们又这么小，又是一个岛国，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武器的采购上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更全面的去看哦。那再来就是国民党现在如果还是仍然继续坚持3800亿加 N 哦，我真的是要讲说你这个加 N 哦，其实刚刚赵大哥有讲了哈。那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加 N 到底代表是什么意思呢？你要等发价书来之后再编列预算吗？哈，然后这个实际上执行到底要怎么继续往下走？而对美方而言，对他来说，他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方案吗？因为对他而言，他其实他也不在意到底是国民党党的、民众党党的，还是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他是说，他只是想要看台湾的整体是不是对于国家安全这件事情是重视的。我们在这一次军购的审议上面，跟军购条例上面，最后所确认的金额，代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讯号，是要告诉美国说，台湾是有想要做自我防卫的哈。那唯有这样子，大家都一直在问嘛，这很多在野党都一直问说，那之后到底如果万一真的有这个紧急事态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来帮忙啊？日本会不会来帮忙啊？那一样回到根本性。就是你自己要有实力，要有自救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人家才会来救你嘛。要不然你如果就是摆烂耍废，或者是说你根本没有展现你自我防卫的意志的话，那人家为什么要来帮忙你？那更不要说现在的这个，刚刚我们上一段有谈到说，这个日本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哦，过去台湾海峡这边大概都会是大家归类在是两边的双边的战略竞争，可是现在全球现在对于台湾海峡已经把它定义成区域多边的安全性，所以你看，不管是美国或日本，甚至是菲律宾，大家其实对于台湾海峡的认知，为什么会有不管美国军舰之前通过，或者是像这一次日本通过台湾海峡，重点就是其实是一再去肯认了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面的国际水域，也就是台湾海峡并非中国内海的这件事情嘛。那所以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子来认为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状况底下，台湾自己在军事设备上面，在军购上面要怎么样站稳脚步，在万一危急时态发生的时候，其他国家也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水域，并且在台湾有自我防卫决心跟能力跟实力的状况底下，来一起保卫我们。唯有这样子才能够去谈和平。就刚讨论以后，我越来越觉得我那个案子是好的。我这样问一个实际的问题：你在立法院审预算，我在立法院刚那么久立委，什么时候通过预算叫做加 N 的呢？你怎么通过呢？你文字怎么写呢？你是一个法案哦。他在6条第8条有。我懂了。必要收。你加个 N 是什么东西呢？他说只要需要就编这样子。不是，那你尤其那是条例，你法案来讲，你是要一个数字嘛？你那个数字不能是不确定的数字啊，数字必须要确定嘛。所以你国民党以前才经常说我通过，但冻结嘛。因为你要通过那个数字，但是我通过以后可以冻结你专案报告以后才准动之嘛。它有个数字，那个数字不可以是一个不清楚的数字嘛。议会也好，立法也好，他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预算呐，从来没有过哦。如果你们真的是通过一个什么加 N 这种预算通过，这个是从中华民国有这个立法院审查预算以来的第一招，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东西。没有讲一下，它是在不同的条文。3008是一个条文，对，但你另外有一个条文说你可以再加这样。不，但你立法院要通过什么预算嘛？如果这个条文通过，你通过是一个条例嘛？但你只要通过一个预算吧。那个预算是要个确实的数字嘛？从预算法的角度应该是明确一点的。对，大概知道国民党的意思是说，如果有需要，他这条文另外加个 N， 他是说，所以他重新再编预算。如果赞成把它明确，可是我要提醒一点哈，我追那么久的预算从来没有过一个大额的预算，不管是年度预算或者一个预算，说1毛钱都不能删的，也没有过。你怎么可能说你丢了一个1.25兆？我想全国的民众一定有个疑问嘛，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是1.25兆？对了，怎么出来的了？而且美国要的没有这么多，美国的卖给我们的金额就没有这么多，里面明明有台湾，好像你们要商购或者自己要制造的，你们黄国昌去美国切开嘛？你们黄国昌去美国还说，美国说我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很明确，美国要的
你只要有这个刚刚讲的就好了花价书，或者是他们都很明确哦，他们战争部的国家安全署，他们是列在这个网站上面的。你只要花价书跟这个国家安全署，你列的我们就买啊。那你就差不多没有错，大概8100到9000，我们把它列上来的。可是第二个一定要跟人民讲清楚，立法院跟人民不是橡皮图章你第1.25兆你讲不清楚要买哪些，不是全部是美国的，你就叫立法院去盖章去背书，有这种道理吗？我这些全国民众也不会答应。对了，事实上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大家慢慢意见党团慢慢意见有收拢的情况，就说你如果是3800亿加 N， 虽然说态度上并没有对美国很不满或者很强硬，可是呢，你在立法技术上，你会被国内跟国外解读为你只有通过3800亿。那这样子其实国民党就很受伤。那赵大哥现在的一个转环，其实这个有一点像那个朝三暮四那个问题啦。我就想了，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框列，我给你框列8、9千亿。那你有发价书来呢，你才有你没有发价出来，因为不排除川普去北京跟习近平见面以后，他说我不要卖给你，有可能啊，这有可能啊，那你就没有那些钱，但是整体上你还是框列了一个8、9千亿的预算，那这个也符合大家对反对党的期待，就是说不是1.25兆空白授权全部买单。永平这个国学程度好，他想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实我有想到，但是我觉得算了，不要讲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你只是先编8000亿、9千亿，跟先编3800亿的差别，最后还是一样。但是问题是，老美你们都知道，你们留美的老美是很单纯的，老美没有像我们这种，老美真的很单纯，看那个数，他就看那个数字，他们比较直截了当 ，straightforward， 他怎么会想到什么 N 是什么东西一大堆就是徒增困扰了。而且郑丽文到大陆很成功，不去美国就算了，他现在为了平衡还要去美国，到美国去光跟老美解释什么叫 N 的就解释死他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因为郑丽文到大陆大陆发落一个路10条那就比如说开放直航啊，多点啊，然后呢，这个农渔产品呢去大陆啦，然后呢，上海、福建的这个居民可以到台湾来自由行的呢，工商团体当然就很高兴嘛所以他们就要开记者会谈这个10大措施。陆委会就跟他们喊话，你不要变成老共政治操作的工具那另外呢，这个许树博就是他原来是立委了商总的理事长，他说大陆是没有对我施压那台湾政府是关切我们大陆有施什么压，他对我们施什么压那说呢，这10项惠台措施，政府该开放就开放该开就开，该放就放，就是该开放就开放的意思了那另外呢，徐树波警告说，你不要站在产业跟人民的对立面。那民进党当然现在觉得说台湾经济很好GDP 成长第一季的这个经济成长率非常高，是，但那是少数产业，你知道？你去看股票就知道。真的一直涨的就那少数产业，台积电台达电鸿海啦、联发科啦，反正这些世芯等等这些往上涨，力旺我看都涨很多。但是传统产业，当然最近台塑三宝是不错了，因为石油，这一般来讲传统产业是蛮辛苦的，传统产业的从业者也是蛮辛苦的，你不能只看那个高科技嘛，将来更变成那个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了那所以呢？这个许树波就警告你不要站在产业，他这个产业当然是传统产业了，观光旅游这些产业了那不要站在对立面那民进党团就说应该走向国际，不要再依赖一中市场，这是陈佩讲，你们讲废话，商人当然要国际嘛，大陆只是它其中之一啦，事实上大陆市场你也不只靠它嘛，对不对？像我们去年卖美国就比赚大陆钱多了，我们去年赚到了1000亿美元，赚美国更多嘛那问题只是说，做生意的人，因为你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你不乱讲。做生意的人有钱赚，都想赚嘛，他不愿意丢掉任何一个市场嘛。多一个市场干嘛？有什么不好呢？而且市场自己会竞争，你知道。当你全部要靠我的时候，我就给你拿翘了。当我不买你，还有别人买你的时候，他就拿不了翘，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呢，本来就不能只依赖一中市场，大家也都知道，这些商人也都知道了那卢俊彦说呢，希望政府重视，不要意识形态来卡经济了那另外呢，这个
这个业者说，你这个商总并不是以商来逼政嘛，因为民进党说你们是用商业来逼我们，他说你抹红人家、扣人家红帽子，才是以政逼商嘛，到底是以商逼政还是以政逼商？我们看一下。携手7大产业工会，商总理事长许淑伯率队喊话赖政府别一昧拒绝惠台措施。只要有利于产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有利的部分，该开的就开，该放的就放，要以产业跟人民的利益为主，不要站在产业跟人民的对立面。商总认为直航最迫切，也希望两岸都能开放团客。另对国台办，他们也有话说：不要因为检验或是其他的问题开停，不要因为政治的因素贸然终止。一旦开放了，就应该尽量的朝向制度化、常态化，以维持两岸经贸的长期稳定。不要蓝绿执政的县市应该一视同仁。两边都给建言，或许因记者会前夕，商总被指受到中方施压，且中国也陆续推出惠台措施的相关报道，像是19号下午央视播出针对两岸农渔产品的黄金通道，福建东山港已准备好。在座的各位工协会的，有没有任何一个接到中方任何的施压电话？有的请举手。反而我们有接到台湾政府方面的电话，我不可能受任何压力，不管是中方或者台方，我们也是有选票的。你用这样子莫须有的来对我们产业，这样子选票上你会流失的。说到这就来气，只是来电的又是谁？会是陆委会吗？因第一时间陆委会呼吁相关工会不要屈从压力，拒绝被利用成施压政府工具。又或是经济部呢？毕竟经济部的新闻稿也指出，有向部分工会进行了解。他们假使敢出来说，没有任何一个我们政府部门打电话来要求他们不准来参加今天的这个记者会，我再告诉你，妈祖在那里啊，这几天妈祖不管是白沙屯或者那个，我都可以找他们到那个妈祖前面去发誓。许淑伯用妈祖自证立场。那一针。其实蛮遗憾的哈，当我在大陆在这个欢送晚宴的时候，听到说，隔天呢会宣布这个10大促进两岸交流的这些措施，包含产业的、渔业的、观光的，心中本来很开心，但马上就想到说，但是现在的官方单位呢，毕竟是这个民进党政府。他会不会阻挡呢？非常遗憾，其实还是被猜对了哈。这个民进党政府呢，推3阻4，然后不断的一些批评。但是这个两岸僵局拖累的，难道是民进党政府吗？不是啊，你看得出来，其实就真的是这些产业，这个压力是反映在第一线的，真正去承受这个两岸断裂，没有办法做生意，没有办法卖产品的，其实都是这些农业、渔业、观光传统产业。那民进党反应也非常非常有趣啊，他不是说你完全不要来哦，他们的反应是说，你这个两岸的交流啊，要卖什么东西，农渔产品，你不要时有时无。这个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民进党还是希望要嘛，但就希望说你要持久的要，你要常态的要。但我们国民党做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的是这个我们谈下来的一些和平，我们的交流不要倒退，不要逆转。就是这样的诉求。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民进党可以做到跟国民党一样，我们追求对话，追求两岸的和平跟一些交流的话，其实在民进党政府的任内就可以做到稳定的产业发展，不会时有时无。那你看到这个10大措施公布之后呢，很多产业，包含很多一些地方首长，其实大家都是喊话，就说包含蒋万安市长，他说希望政府呢以民生为念；卢秀燕市长呢说民间的确有这样子的需求，民进党不要背锅。就连南投县的许淑华县长，平常比较少对外发言一些比较政治性的，他也说希望正向的看待。他提到像茶叶，当这个茶叶要进军大陆市场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这个商标是注册不容易的这个问题。那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10大的措施里面，如果大陆方面能够提供协助的话，会对这个南投的产业、南投的茶叶是有非常非常多一些帮助。那更不用说这个南投的观光，一向是大陆客非常非常喜欢那些地方。那你看到呢？这个民进党政府呢，他非常非常的傲慢，他就说：“哎呀，这个其实没有办法以商逼政，政才有办法逼商。”这个许淑伯说的。所以你看到，其实产业它遭受到的压力，就是民进党政府以政治的压力去逼这些商业、这些产业不交流、不赚钱、不拓点，这个才是民进党政府的傲慢。
这次许书博他作为商总他开这个会的时候呢，其他这些业者去的是哪些呢？旅行、旅馆、食品、糕饼、游览车食品流通商业工会出国输出业者等等，就这些。那这些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都跟这个中国大陆这次的10项措施有关啊。一个就是他要开放福建跟上海的自由行，对不对？那你说跟糕饼产业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到台湾来，他们就会买伴手礼啊。糕饼产业，其他国家的旅客不一定爱买台湾的这个伴手礼这些饼，可是中国大陆跟我们的饮食习惯一样啊，所以对糕饼工业来讲，这是他们多久的春天。那旅行业、游览车业什么，全部都是靠大陆观光客很占大的占比啊。结果你现在直航点也不开，你的大陆人家说要给你来自由行，你也不开。对不对？那对这些业者来讲，他当然压力很大。那民进党有一个论述包含我觉得民进党立委也就罢了，连经济部都这样讲，我觉得真的是听不下去。他说我们台湾现在产业已经国际化啦，可以摆脱对一中市场的依赖。问题是，中国大陆难道也不是国际一部分吗？一个那么大的中国，全世界第2大经济体，你要把它从整个国际切割出来，说我们根本国际化里头就是要 minus 中国，要减去中国，这个有道理吗？这个对于全世界来讲，连现在的加拿大，连现在的欧洲都全力来拥抱中国市场的同时，只有台湾你自己饮食习惯、文化传统各方面跟对岸都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你自己要隔绝在中国市场之外，不是莫名其妙的一件事吗？难怪这些业者不但这么生气，陆委会还要给他们扣帽子，说他们是得到什么中国大陆的指示。难怪许书博非常生气，骂说胡说八道，还跟马祖就抓。我真的觉得说不要这样再整我们的业者了，拜托民进党有一点同理心，这些人都是你的选民，也是你的很多人也是你的支持者，不要这样迫害他们。休息一下再回来。